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百闻不如一谈。今天我们的访谈人物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是一个新型农民，她成长于农村，可以熟练地驾着犁耙深耕于稻田之中。她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她可以熟练地使用相机和视频编辑软件，深耕于短视频领域。她的账号在海外视频网站订阅量超过了1600万，甚至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的账号。他拍摄了很多中国美食和传统手艺，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了一种生活着的中国文化。他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也是四川农耕文明形象大使。对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他也有着自己的小梦想。他就是李子柒。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李子柒。你觉得自己现在还算一个农民吗？农民，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怎么说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农民。我的工作其实还是自媒体、短视频创作者，但是又没有脱离农田农活。对啊，当然那是我自己喜欢的嘛。我以后都想一直能够长期的住在农村里面，能够有我自己的一个小天地，不被打扰，就挺好的。虽然我们知道农村很美了，现在，但从你的视频当中呢，感觉好像又把农村拍得过于美了。我觉得每个人对每一件事情他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我只能说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我想要以后把我的生活过成那样子，而且我想要一直过那样的生活，但是我现在不能，因为我现在还要拍视频。其实做创作内容其实是很辛苦的，没有我在视频里面可能看到那么悠哉悠哉，但是在视频之外，我会尽可能的去就是享受那样的生活，因为这就是我想要过的生活，而且我以后也一定会那样过的。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你的视频会受那么多人的喜欢？我觉得原因蛮多的。他们在看我的视频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很喜欢这种生活。再来，我觉得我做的是食物嘛，就像我说的，美食无国界啊，吃是大家共通的。
再来，我觉得是传统文化吧。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逐渐的对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保护的意识，然后上来了，所以他们就爱屋及乌，多喜欢我一点点呗。所以我看你拍那个视频啊，不仅是视频本身的时长长了，视频展现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好像也更长了，甚至是我们从短短的视频里能够看到春夏秋冬的四季的变化。是的，其实因为就我的摄影师比较知道，我们其实是每天只要有空，然后我们就会出去记录，就会跟大家说啊，今天外面什么东西到什么程度了，比如说玉米开花了，然后杨花了，或者是水稻然后抽蓄了，开始变黄了，明天早上可能会有雾，然后有雾的话，禾苗上面的那种露珠会很好看，就是如果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要去帮我拍到那个画面，然后他们第二天就会去守这些镜头。你就会有意识的去记录这些东西，因为好多东西过了就没了，就比如说那朵花，它开得正好的时候，它下雨了，它吹风了，它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还有傍晚的时候，夕阳就是跟大自然结合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时候拍的东西它是会有生命力的。这些记录。你拍它的时候是有意识的要为下一个视频做准备的去记录吗？这些有些是随机的记录。有些是随机的记录，但比如说像我拍26物一物一生这种哈，春天我们要种那些东西，那我会记住我的电脑里面一定有个文件夹，然后我今年种了哪些东西，我会分门别类，比如说番茄、茄子、黄瓜、豆角，那我就会把这些文件夹建好，建好了之后，那里面的分类的文件夹可能就是育种、浇水，然后发芽。然后就开花、收获，然后采摘。每一样种子它发芽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南瓜它可能很快就生起来了，那么苦瓜就不一样了，因为苦瓜的那个种子壳非常厚，它可能就要半个月才能生得起来。我们算好它生长的时间，然后感觉它要冒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岩石的机器架上去，定好间隔多少分钟，这样拍出来的岩石。衣着古朴，劈柴做饭。李子柒的视频为什么会这么火？2016年初，李子柒开始发布古风美食视频，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迎来短视频爆发元年。大量追求轻松幽默、教授生活技能的短视频，成为互联网流量的新入口。碎片化信息时代，多数短平快内容成为爆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人们暂时放下忙碌的生活，毫无顾忌地开心大笑。相比之下，李子柒的视频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减少焦虑的体验，回归自然，感受生命。对远离田园乡土的现代都市人来说，他的镜头里充满了令人向往的田园牧歌。在他手中，一块木头可以变成秋千和洗漱台。数不清的作物种子一点点发芽、开花、结果，在短短10几分钟里凝聚四季交替、光阴流转。这些视频发布后，几年时间迅速吸引了海量受众。李子柒说，是时代给了自己一阵风，让他幸运地站在了短视频的风口。而他的视频在饱受赞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思考。这种围绕美食制作、手工技艺的视频作品会一直流行下去吗？他的作品是否有超越流行热度的持久生命力呢？因为确实呢，你也是赶上了这个短视频这样的一个风口。这些视频有一些内容，可能是不是恰好了迎合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的心态？是不是一些短期的流量，可能有一天它就不那么受欢迎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视频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命运？这种生活类的，就每天拍做菜啊，这种东西可能还真的会有那么一天。但是我的视频里面，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很重的一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手艺。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沉淀嘛。我不觉得它会消失掉。还有一些非遗的项目，像这些你得花时间去学啊。当然，因为真的每天都有很多很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消失。就像曾经我去学那个木活字印刷呀，东源的那个木活字，它真正意义上会操作那门手艺的，就是他们那一门非遗的，只有2个人了。因为
要么就是可能年纪大了，手眼不太稳了，就不能做了；要么就是年轻人坐不住，学就静不下心去学。所以我那一次去了完之后，蛮受震撼的。那个时候我就形容我说，很多非遗文化，它像极了一个垂暮的老者。很多时候就是他很无奈，他站在那个历史的长河，他在不断的回望，就是那种无力感。所以他需要被很多人看见，需要被很多人关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可能把更多的精力都有转移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来。而且很多非遗项目现在都在乡村，在最基层传承。是的，我比较高兴的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也非常重视这一块，然后很多手艺人呐，他们也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示，很好的照顾。所以说，我觉得挺好的。那你作为创作者，有没有觉得才思枯竭的时候？我不觉得，就是因为我生活在农村，我的衣食住行，我的一切，其实它都是我的素材，它都是我的灵感。因为你的生活在继续，你的日子在过呀，你一年又一年，你今年可能一年比一年年长，然后你今年干嘛什么，明年又干了什么，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又做了什么。我觉得如果真要做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辈子的事情。2017年你发过一个长的微博，当时好像感觉还是被一些质疑伤害到了。你现在就是从心理上真的能够，比如说面对网上的那些批评也好、质疑也好，能做到释然吗？有很多还在就是现在还在重复这样的话题，说李子柒背后有500个人的这种服务团队在帮助他等等。我相信这样的评论，您可能也还是多少其实能够刷到，因为我现在不太会去网上搜我的名字。因为你根本就没时间去搜，你每天要干好多工作呀。刚刚说的什么500人的团队，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说李子柒品牌的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包括物流啊，包括快递呀，包括那些什么打包的那些服务人员，还有客服啊，这些应该是他们的这个李子柒品牌的团队。但是我们的内容团队就我们4个人，2个摄影师，还有我的助理民国啊。这2年成长了吗？这2年可能觉得还是得自己面对很多事情吧。但是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幸运，是有那么多人喜欢我。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能够看到你背后的努力的。所以再慢慢的到现在就会好更多了。李子柒的各种文章是铺天盖地的多了起来。Her name is Li Ziqi.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Li Ziqi channel? 在带有诗意的田园背景当中，制作着各种全世界多地的粉丝更是数量惊人。It's so simple, but it really touches you deeply. Yeah, there's nothing really fancy or complicated about it. It just reminds us that actually we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make our lives so complicated. With her videos, when you see her going out and doing these things, and you hear the sound of the knife cutting or her stamping on vegetables or preparing food, all of these sounds, they're familiar to us. They are the music of nature. It's perhaps a new trend in social media that we want to appreciate a different pace of life. 他的视频还是就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他自己茶叶，然后跟那个奶奶还有那个邻居一起喝茶嘛，那个画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美。他视频里面描述的事情是生活的本质，他的视频里当中描述的事情还是我们莫名其妙感觉怀念的，可能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 DNA 里面应该有这种的记忆。你在海外视频网站的这个账号订阅量，我看超过了1600万，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的账号的影响力。这个对于你内容的创作会不会产生一种压力或者惶恐的感觉？不会。以前其实我对就是说海外有多少粉丝这种，好像它对我就是一个数字。当我在收到那么多很特别的留言，看到那么多评论的时候，感动的内容真的蛮多的。我真的觉得他们可能就太喜欢我们中国了吧，然后
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喜欢我们的美食，然后也喜欢就是我跟奶奶的这种感情，也喜欢我们的大好河山。在我每次做新年视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就是在我的留言下面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在祝福中国新年快乐，像地球村一样，大家其乐融融，都在祝福着同一件喜事。然后这个是真的还蛮动容的。现在好像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越南李子柒啊，或者是哪个国家的李子柒，他们也在模仿你的这个视频的风格，甚至很多这个制作的这种手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各美其美吧，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拍的东西、展示的内容，它其实都是在展现他们他觉得这美好的东西，对不对？我真的觉得一枝独秀，并不是好的。就我觉得满园春色才是，一花都放不是春。对，满园春色才是春啊。对，那你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开放的。如果所有的东西只能你一个人去做的话，你身上担子得多重啊！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位老手艺人，把这个手艺人就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也好，自媒体也好，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力量的，需要更多的人。那你在早期拍视频的时候，有模仿过别人吗？我模仿我自己吧。模仿我自己。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先例可循，对吧？没有，我觉得是一个内容创作者一步一步的在不断的经历中，你觉得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更适合自己的。撒下一颗种子，记录破土发芽、结果收获，之后晾干储存，或是通过各式烹饪摆上餐桌。从2019年4月起，李子柒发布的许多视频有了一个新名字“一物一生”，而与此同时，他的短视频内容也不再局限于美食制作和手工技艺，还多了蜀绣、木活字印刷等非遗传承。相比于之前3-5分钟的短视频，要把玉米、水稻、香菇、油菜等20多种作物的一生分别浓缩在10多分钟的视频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光是种植和拍摄就要贯穿季节交替，经历日出日落、风霜雨雪，一物一生，从种子到果实的全程展现，吸引了很多远离田园的都市人的目光。李子柒说，希望让城里的人知道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在围观一颗种子如何长大开花之后，体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或许正是这份对土地食物的亲近和爱惜，让他在2020年获聘成为了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现在呢，从短视频这一块儿，应该说你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了。那你对接下来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有3件事情是我最想做的。第一个就是跟乡村振兴还有共同富裕相关的一些事情，就是想要做一个能够可复制、可传播、可循环、可推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试点，就是能够让老百姓真正意义上的能够为他们征收。然后第二个，我还是想继续把我们的非遗的传统文化做一些更好的传承和传播。还有第3件事，我最想做的是青少年的引导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就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又过早的去接触到一些智能产品，接触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信息片段，所以我不希望他们以后问他们以后想干什么，他们说自己想当网红当明星，我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好好念书，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的人。为什么到现在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要做这3件事？一直以来都还挺有这个想法的。我以前一直都是在拍视频，然后我的那些老家的乡亲们，其实他们都对我特别好，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让他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能够自给自足。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这件事情是我一定要做的。刚好我现在不是也有点时间嘛，就是最近没有拍视频，所以我想把这件事情落实了，然后包括以后的这些东西，都想一块儿把它给规划了。那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引导的这个问题，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操作方法？具体的东西，可能我们的孩子们，好嘛，你们既然喜欢看短视频，是不是？你们喜欢刷，那好，我们给你放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想通过自媒体，通过短视频的来去跟他们就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一些正面的东西、正能量的东西。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但是我去年加入了全国青联，当我真的融入到那个集体以后，我真的认识了好多青联委员，我认真的读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就是每次我有很多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一想到他们的每个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又充满了正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也需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慢慢接触到这些正面的东西，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因为你现在从视频的感觉呢，都是好像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对吧？感觉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劳作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了。那你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消费吗？当然有。花费主要花在什么地方呢？我很喜欢买花，比如说我很喜欢茶花，我有些茶花的品种真的蛮贵的，但是就喜欢，就觉得就要等它开花的那一刻。你可能是特别的专注于做内容，但是一个客观现实就是李子柒这个 IP 它的市场价值现在已经是，跟前些年相比，扩大很多了。那你会在意 IP 的这个市场价值吗？首先，我觉得李子柒这3个字，对于我来说，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这些年几乎是埋着头做内容，我是挺想保护它的，甚至我是不想让它以后所谓的什么太高的什么所谓的商业价值，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双刃剑，而我想要保护的仅仅是这个名字而已。我记得你发的第一篇微博，那个话当时是这么写的，说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去努力，哪怕是失败，最起码不会留遗憾。第一条微博当时给你的那种勇气和力量，现在其实那个时候，当然，我觉得我最不缺的是勇气，但是我不是一个赌徒。我想要做一件事情，我在做之前，我会去做一些准备，就我不管是学习也好，不管是怎么样也好，因为一件事情你既然决定做了，那你一定要把它做到你能够尽力做到的最好。因为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嘛，现在想起来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现在再去回过头去看曾经的任何时刻，只要你跟他们，因为我爷爷已经去世了嘛，你可能回想起来，你觉得那一切都挺好的。我爷爷到过年的时候会去糊灯笼嘛，上街去卖灯笼，用一个高高的竹竿这样顶起来一串，然后这样举着，就会去街上卖。只要我找不到他的时候，就我一抬头一看，就那个有一个灯笼举在那个地方，我就知道那是我爷爷，我就会跑过去。然后我们卖完了灯笼，然后我爷爷就会带我去茶馆，然后在那儿坐着歇脚，然后喝茶，看着来来往往的人，那个时候真的还蛮幸福的。我看奶奶是一个挺乐观的人，那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爷爷是一个，就是他只会默默地对你好，他不会说太多的话，就不会说整天把那些挂在嘴上。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我奶奶的话，我奶奶其实她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是真的，就她每天笑哈哈的，然后但是其实心里她也非常关心我，但是她知道我现在比较忙嘛，那你觉得那个经历对你后来，比如说你的性格啊，包括你视频的这个风格啊，有什么影响？就是更想要珍惜这么多年。我跟我奶奶基本上是除了我出差的时间，除了我有事在办公室的时间，我是每天都跟她在一起，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不等人，所以还是就是得取舍，到了取舍的时候了，就是以后我觉得可以慢一点都没有关系，然后尽量的把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然后陪好我想要陪的人。现在好多年轻人，可能你也看到了，就是现在他们在网上经常谈论就是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对自己性格的形成的影响，对吧？包括一些电视剧里边也是这样。那甚至有时候他们会放大这种影响。对。
那你怎么看？比如说你的这种家庭对你的性格的形成的影响，你会对特别看重吗？我觉得我很幸运，而且我也很感激我从出生到现在遇到的这一切事情。我跟我爷爷奶奶生活了，后来我又遇到了我们的妇联，解决我的读书啊那些问题，也有很多那种好心的记者会去帮我，他们去帮我报道，就会有好心人联系我，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蛮幸运的人，那是不是因为你老看到温暖的一面？你有没有抱怨过，比如说这种原生家庭环境的一些不好的一面？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多事情真的都是机缘，你没有一段路是白走的。我真的遇到太多温暖的人了，在我可能没有办法上学的时候，我奶奶找了妇联的人，然后妇联的阿姨就过年都把我接到他们家去，然后就是拿鸡蛋给我吃。当时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鸡蛋我可以吃吗？他说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吃？我当时告诉他，可是在我们家鸡蛋是要用来卖钱的。就是我有太多这种温暖的瞬间，我遇到太多温暖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当服务员的时候我只赚300块钱一个月，但那个时候我也资助了一个贫5的一个孩子念书，我的世界有人给了我一束光，所以我记着这束光，我知道这束光能给别人带来多大的温暖，所以可能很少人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也很迫切的想把这些温暖传递给更多人，就是因为我是当初被那束光照过的人。那你希望看到以后不一样的乡村是什么样的？就像我视频里面拍的那样，就是自己有一个院子里面想种什么种什么，每天吃的是自己的蔬菜，就这样大马路，然后小洋楼，然后种满了鲜花，4季都有吃不完的水果蔬菜，然后4季都是花香，就可以很安逸的生活吧。